大家好，我是面具人。昨天面具人在社区里面发了一个帖子，说我可能得肺炎了，需要去医院看病。然后呢，网上就有传言说面具人我新冠确诊了，甚至还有人说我已经死了的。哎，这些谣言呀，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如果各位观众是因为关心我的话而去听这些谣言，那我感谢你们。那至于有些个心怀不轨的传播说面具人已经死了的，无非就是想让大家觉得我真的死了嘛，干脆别看我视频了，反正我死了也不会更新视频了嘛，是不是？其实面具人我新冠确诊不确诊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依然能够站在这里给你们进行最新的币圈的资讯播报，以及我们接下来的投资策略，如何将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将我们的利润提到最高。哎呀，今天不好了，真的出大事了，不得了了呀！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币圈今天真的又出现暴跌了，而且这个狗狗币也出现大事了，狗狗币都跌到了 0.21 了。而且呀，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印有狗狗币 logo 的赛车在它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就出车祸了。那这是个利好消息还是个利空消息呢？不知道老外们迷信不迷信这个开门红不红的问题也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呢？来，你们看一下车祸现场的视频吧。Little contact right there, just turns his car sideways down the front straightaway. Just wow, right, really close there. For Mills in the 5, very lucky to miss. We talk a lot. Look at the rear tires off the ground. Well, I was going to say, we talk a lot about the racetrack and keep it up and how great it looks. Remember, 10 years since the NASCAR race has been here, but softball. 看完了吧？好，进入咱们的主题。中国这边呢也出大事了。之前呀，上头都已经发过话了，要彻底关停中国的加密货币的矿场，没收掉。然后呢，今天又出了新消息，直接就说了要关闭农行、工行、中行的加密货币交易渠道，要严查严打，合规化。然后呢，这个消息又导致了今天加密货币的集体大跌。大家肯定很关心，现在呀，这个央行呀、农行呀、工行呀、招商银行呀，要关闭加密货币的交易通道，这个事儿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事儿看起来有点恐怖，对吧？那今天咱们就说这一件事儿在中共高压政策管控下，咱们这些币圈的朋友究竟该怎么办？这个视频你们一定要仔细的听完，因为听完了这个视频，能够决定你接下来的半年是赢还是亏。先给大家说两则新闻。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都同时宣布不得在我行进行加密货币的划转、购买、代币发行和融资交易。这是第一个大新闻这是导致今天加密货币大跌的第一个大新闻。还有第二个新闻，那就是四川发改委、能源局宣布在6月20日前清理关停26个虚拟货币的挖矿项目。那今天都已经21号了国内的抖音呀，各种渠道都已经发布出来了这个挖矿的矿机拔电关机的视频。那面具人，我跟你说，这个视频你看看就行了，后面的套路还多得很呢。咱们先听新闻。四川省发改委还有四川省能源局已经发布了关于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通知。通知表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51次会议关于打击比特币挖矿行为的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完成重点对象的甄别关停，省电力公司已经上报26个疑似挖矿的项目，于6月20日前完成甄别清理关停。二、开展电企自查自纠，立即停止向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供电。第三呢，做好全面清理排查，各市州政府应该立刻展开拉网式的排查，发现疑似项目立刻关停，6月25日前务必完成。
第四，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务必保证、保质、保量完成清理关停任务。看这个新闻看起来这次是玩真的了，对吧？大家回忆一下啊，我在6月18号的那期节目里面就已经说过，就是美联储宣布暂时不加息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那是个利好消息，对不对？当时呢，比特币也冲上了4万2了，是不是？很多人当时会觉得，冲上4万2了以后，老共应该立刻砸盘呀。面具人，我是不是就告诉你们了，这个币它明明能卖的值钱，它为什么要急着砸盘呢？是不是等它冲上去了，冲不动了以后，它再开始砸盘套利，不是更好吗？利润更高嘛，对不对？你做生意的你会算账吧，是不是？我当时在节目里面是怎么说的？我要是装，我就会在大家都认为是利好的时候，你们都把钱往里面冲的时候，做多的时候，我就做空，我就砸盘收割韭菜，是不是？结果呢，你看又让面具人我说中了，你看比特币又迎来了大跌，直接跌到了3万4了。以太坊呢已经跌破了这个2000的大关了，是不是？比特币都跌到3万2了。那这是为什么呢？你们看，美联储宣布不加息了以后，然后呢，中共就在第2天宣布要关停所有的矿场，释放利空，对着干。在第3天以后，又宣布让银行关闭这些加密货币的交易通道。这不就是趁着利多的时候做空嘛，套利嘛，这不就是割韭菜吗？这是不是提前让面具人我已经预测布局到了呢？我当时是不是说过，我要是装，我就反着来，我会让你们都觉得是利多的时候，我开始做空。准不准？老观众朋友们，看了那期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对不对？这些都让面具人我预测到了。所以说呢，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还是能够提前得到一些消息的。我前几天说的那个孙的太阳币、孙子币，18号重新开盘了以后，我们群里面的老哥的钱还都是变多了。我们有一个香港的老哥买了很多孙子币啊。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孙子币这个计价符号变了以后好像是大跌，其实呢，孙币它只是换了一种计算方式而已，它的价位实际上还是涨的。所以呢，那些个骗子就不用拿这些玩意儿来造谣面具人了。面具人玩的币都是拿自己实验过的，我不像其他的那些博主啊，全凭一张嘴，我开了100多倍的杠杆，我开了25倍的杠杆，我今天赚了80万，我明天买了一辆游艇，后天买了一辆别墅，是不是？造谣全凭一张嘴嘛，对不对？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前天的节目也放了，对吧？我100多只 Axie，30多个以太坊的价值，你们也都是看到了，对不对？好，咱们继续说主题啊，那就是中共是不是彻底要关停这些矿山呢？是不是彻底要弄死加密货币市场呢？如果大家觉得是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是的，请留言打2。咱们先来说这个关矿的事情啊。你们看到的那些什么关电呀、拔电的视频，面具人我就问你啊，你能不能保证这个视频拍完了以后，做完秀了以后，他又把那些矿机又开起来了呢？你没办法保证吧，对不对？这种哄小孩的玩意儿就不要拿到台面上来说了，对不对？还有呢，面具人给大家说一个关键句子啊，大家再仔细的听一下。6月20日前清理关停26个虚拟货币挖矿项目，26个。那为什么是26个呢？四川作为能源的产出地之一，据面具人的了解啊，那里的挖矿公司可不只有26个呀，大大小小的加起来上千家是没问题的。那为什么只关停26个呢？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能想明白些什么不？之前共产党可是封堵这些区块链加密货币向海外转移的，资金也不准向外转移，币也不准向外转移，矿机呢也要没收，这是为啥呢？
现在很多矿场想要转移到海外也很难，你连海关都过不去。这些矿机都是要收没的，而且持币量大的那些几十亿的大老板都是不让出省的。去年面具人就报道过，来再看一下这个视频，给大家回顾一下。你在中文圈能看到的比特币的交易所，99%都是共产党控制的。那你现在再想一下，你说你把房子卖了，你投到比特币里面，你以为你就安全了？你还是在共产党的魔爪里，共产党照样可以抓你。昨天那个视频不是爆出来了吗？北京的这些数字货币交易所的大佬都被抓了出北京都出不了，全部监视居住说是有钱吧，他们有的人身家是上亿甚至百亿的身家，然而呢，我党一句话全部割韭菜。你看这个视频。这个领导在饭桌上很有意思的告诉我，你们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最开始玩数字货币这批人，每一个人现在最少都有上百亿资产，你们知道吗？今天你们就知道了，中国最早玩数字货币的一大帮人，在北京就有10几个，每个人最少都有上百亿资产，可怕吗？可怕，很可怕。他们的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100-200亿，每一天他们个人的收入2000万到5000万，可怕吗？可怕。现在呢，他们想的问题只有一个，所有的钱都可以捐给国家，2字儿：保命。他们现在没有人出得去北京，不要谈出国了，没有人北京的人出得去北京，全部被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同时下令禁止出京，随时等待中央派指定机构和人员的调查和审核，配合一切工作。所有的钱都动不了，只要国内的钱全部被冻结。他们唯一现在想的，你们天天在网上看还有人在媒体上还说，还挺乐，还发朋友圈发博客。昨天说你看着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真实的想法现在每一个人就2个字：保命。没有人想过自己说这些钱有什么用。看完了吧？这还只是去年的事儿，去年是收币控制这些有币的大老板，那今年呢？收币已经不能够满足那些红色贵族了，现在不只要收币，要收源头，收矿机，收矿山。现在你们能够想明白点什么了不？再给大家说个新闻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16条举措，其中呢，首次提出鼓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参与区块链试点的建设以及相关信息的实施，还有链上管理的完善。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原则同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区块链建设工作的邀请函。听懂了没？共产党他一边说要封杀加密货币，要毁了区块链不让干这不让干那的，可是呢他自己又开始建设什么区块链的生态，鼓励区块链上市控股，这到底是不是矛盾呢？这个新闻当中还说了，原则同意了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深圳等区域性股权市场大力开展区块链建设试点的工作，建设相关的区块链配套设施。来，听好这句重点的话在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究院的技术支持下，江苏区域股权市场在全国5家试点单位中率先实现了与证监会中央监管链的连通。听懂了没？如果说共产党要毁了区块链，为什么证监会要自己建立一个总区块链呢？要建立一个监管链呢？还要这些所有的其他的市场上面的链、股权上面的链与中央的证监会监管委员会联通呢？现在能听懂了吧？一边要毁掉加密货币，一边呢他自己又要搭建区块链。党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一边说要关停区块链挖矿，
要禁止区块链交易，一边呢又说要鼓励区块链统一管理、统一监管，是不是很矛盾？嘿，其实呢一点都不矛盾。你们仔细看啊，只关停了26个企业，关停的只是实力小的，这就是混改、收编、浓缩，然后呢是要把他们集中统一管理的大浪淘金，吸收弱的，把弱的淘汰掉，然后呢把他们集中到浓缩到更强的这些企业手里面，直接管理这些更强的，浓缩方便管理。这样党就有源源不断的子弹去不停的挖矿，去和全世界的加密货币市场交易勾兑变现了，对不对？而且呢，共产党他套现也是悠着点来的，比特币砸到了32000附近就停，你们也都是看到了，对不对？等到它上涨了以后，值钱了一点以后再卖，对吧？这些面具人没胡说吧？这都是历历在目的，对不对？包括我会员群里面啊，我会员群里面的很多人都已经判断准了这个政治消息，光靠做比特币的波段啊，都已经有人赚了上百万的都有。面具人我这边得到的消息已经确认了，在中国啊，以后挖矿肯定是要国有化的，这个道理是个人都能想通。你说这么多值钱的矿机算力，它能够让这些人白白的跑出去吗？他能够把这些显卡、这些挖矿的企业白白的贡献给外国吗？他能够把这些加密货币送给国外人吗？他只可能拿这些东西去割外国人的韭菜，知道吗？砸盘。他不可能说是把值钱的东西便宜给老外的，尤其是这些贪心的红色贵族，深不见底的深洞洞呀，你怎么捅也把它捅不满的。而且你们仔细看现在全世界的大环境啊，各国的政府都在限制就是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但是呢他们不直接封杀加密货币，就跟政府告诉你抽烟有害健康，但是呢政府还要收烟草税，政府还要鼓励卖烟，这是一个道理啊。全世界的各国政府都在想办法把加密货币国有化，各国政府都在出台政策，想要吃这块的肥肉，因为这个加密货币是一个除股市之外的很好的蓄水池，所以呢没有政府会傻到把它弄死。中国这边呢更不会，红色贵族只要是有能赚钱的地方，能撸管子的地方，能割韭菜的地方啊，不是撸管子啊，我这个生病发烧有点头疼脑热啊，有点糊涂了，不是撸管子，可能是我脑子里面想着撸管子了，时间到了是吧？中国政府呢，他不可能彻底的一刀切掉加密货币。如果说中国政府这么做的话，就属于金融领域的闭关锁国，明白了吗？全世界都在玩，就你不玩，那你肯定是掉队的嘛。而且呀，红色贵族的野心可大得很呢，你知道吗？他还想通过区块链呀、GCDT 呀、CNDT 呀控制全世界的链。否则呢，你看共产党他打造什么币安，打造什么蛋糕币，打造什么币安智能链，他是为了啥嘛？他要跟以太坊抗衡，他是为了啥嘛？对不对？投资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宣传口，他傻吗？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自己再扔到毛屎坑里，对不对？而且这个加密货币以后在中国呀，可能会不亚于上证指数，不亚于中国的 A 股，它以后还是要大搞特搞的啊！现在呢，只是放出来一点恐怖消息把你们吓跑，他要自己搭建基石啊！而且你看，在中国加密货币的投资已经是职业化了，你想要玩还得考区块链从业资格证、加密货币投资人员资格证呢，对不对？那共产党一边说不弄这个东西了，一边呢又出台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他是脑残吗？矛盾吗？啊！所以呢，你们就放心吧，他共产党不放出来点消息吓吓你们，他怎么能割你们的肉呢？是不是？而且你们仔细观察啊，中国它为什么能够控制全世界的产业？为什么？
因为他控制了基础的制造业、基础的劳动力输出，他把这个基石铺得很好。那习近平也不傻，他既然能明白共产党通过这种铸建根基吃到了红利了，哎，他就必须要跟上下一个这个金融领域的进化，那就是区块链革命。他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占领好基石，知道吗？啊，怎么占领这个基石？那是一个秘密，剩下的我们群里面再说。反正面具人的会员啊，这几天基本上都没有亏，还都赚了，都是稳定盈利的啊。我不敢说那种120%有没亏的人，大家都没亏，不可能。因为你说群里面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哎，总有一些人他不听你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操作失误呀，怎么样了，弄亏钱了。但是这个跟面具人没关系啊，只要是紧跟我节奏的人，基本上都赚钱了啊。他自己掉队了，那你怪不了我，对吧？而且我能够给大家很多一手消息和政治分析、金融分析啊。你不要给我说什么 K 线呀，乱七八糟的，K 线是吧？来，今天就是 K 线，对不对啊？习近平就给你画 K 线了，直接给你画一个红彤彤、绿彤彤啊，飞流直下3000尺啊 ！K 线有啥用吗？傻屌你个！哼，消息面、政治、政策啊，上面大领导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那好，如果大家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的话，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给我发邮件啊，就可以获得进入面具人群组的优惠。然后Axie 我就不在这个视频做广告了，针对 Axie 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专门另外做了一个视频。好，大家如果有想要加会员的，也可以点屏幕下方的那个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啊，就当支持面具人的医药费了啊。如果说我真的挂了，那你们真的没节目看了。好了，剩下的话咱们群里面再说，拜拜。